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如果你已经看过本频道前面的脑波系列，你一定知道，贝塔波让我们可以思考、分析，但同时也容易带来焦虑与压力。阿尔法波让人放松，回到当下，是进入内在状态的入口。费塔波与潜意识、记忆与直觉有关，是很多人谈显化时会提到的关键。理论上，你已经掌握了这些关键知识，你也可能试过冥想、深呼吸，甚至刻意让自己放松，想进入 Alpha 甚至更深的 Theta。但问题是，为什么你都知道了，却还是很难真正进入那种状态？那种不费力、很专注，又带着清晰感与流动感的状态。有时候你放松了，却变得昏沉；有时候你很清醒，却又开始过度思考，甚至在你想进入状态的那一刻，本身就已经在用力了。这其实不是方法错了，而是你忽略了一个更关键的东西。你一直在切换脑波，但真正关键的从来不是切换，而是整合。也就是说，你不是要从 Beta 变成 Alpha， 或从 Alpha 进入 Theta，而是要进入一种在清醒之中放松，在放松之中保持觉察，甚至让潜意识与理性同时在线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在脑波研究中其实早就被发现，它有一个名字，叫做觉醒之心。今天，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神秘的觉醒之心。你会发现，它或许就是影响显化的关键钥匙。那么，什么是觉醒之心？这个概念最早来自英国生物物理学家麦斯威尔·卡德的研究。他在1970年代使用脑电图，也就是 EEG， 观察长期冥想者、疗愈工作者以及一些在表现上高度稳定的人。他发现，这些人进入某种特殊状态时，大脑并不是只呈现单一频率的脑波，而是出现一种多频率同时运作的现象。这种状态不是混乱，而是高度协调，是不同脑波之间呈现出同步与整合。他将这种状态称为觉醒之心 （Awakened Mind）。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你一定要厘清：觉醒之心并不是某一种脑波，它不是 alpha 波，也不是 theta 波，更不是某种更高频的特殊波。它本质上是多种脑波同时协调运作的整合状态。也因此，很多人会误解的几件事，在这里需要被修正。觉醒之心不是只有 alpha 波，不是单纯的放松，也不是进入一种恍神、发呆，甚至接近睡着的状态。真正的觉醒之心反而同时包含了几个看似矛盾的特性。第一，你是清醒的，这是贝塔波在运作，让你可以思考与觉察。第二，你是放松的，alpha 波让你的身心不再紧绷，进入流动状态。第三，你的潜意识是开启的，theta 波让内在的影像、直觉与深层资讯浮现。同时，你的大脑还在做高度整合，gamma 波协调不同脑区，让资讯整合成洞见。换句话说，这不是从一种状态切换到另一种状态，而是多个系统同时在线，彼此协作。你既没有失去理性，也没有压抑直觉，既不是完全放空，也不是过度用力。这种状态才是卡德所说的真正的觉醒之心。那么，为什么觉醒之心这种状态会明显改变一个人的表现？关键在于，它同时影响了大脑的运作方式以及我们的主观经验。我们可以从3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神经层。当大脑进入觉醒之心时，会出现一种现象，叫做脑波同步 （coherence）。简单来说，不同脑区之间不再各自运作，而是开始协同工作。在一般状态下，你的大脑可能是分散的，
负责分析的区域在高速运转，情绪系统在干扰，潜意识的讯号却很微弱，这会让你感觉卡住、混乱，甚至内耗。但当脑波进入整合状态时，不同频率开始协调，资讯可以在各个脑区之间更顺畅的流动，这会直接提升一件事资讯整合的效率。也就是说，你不只是想的更多，而是理解的更快、更完整。第二个层次是心理层，这种状态其实非常接近心理学所说的心流，也就是 flow。在这个状态里，你会发现几个明显变化。你的自我干扰下降了，不再一直评价自己、怀疑自己。你的注意力变得稳定，不需要刻意专注，却自然专注。你的直觉开始浮现，很多答案不是想出来，而是自然浮现。这背后的关键是大脑从过度控制转为协同运作。当贝塔波不再压制西塔波，alpha 波开始作为桥梁，整体系统就会进入一种流动状态。第三个层次是我们必须厘清的一个重要迷思。很多人在描述这种状态时会提到，我好像连接到了某种更高的意识，甚至是宇宙的智慧。这样的体验在主观上是很真实的，但从目前的科学研究来看，我们必须更精准地说，科学目前并没有证明这种状态等同于连接某种宇宙意识或神性意识场域。然而，同时也不能忽略一件事，当大脑进入高度整合时，人确实会感受到一种整体感与连结感，旁腹内外不再分离，思考、感受与行动变得一致。换句话说，科学可以描述机制，但对于这种连结感的玄学解读仍然留有空间，而这个空间也正是后面我们会谈到。为什么这种状态会被许多人视为显化与觉醒的关键？那么，把前面这些资讯全部整合起来，你会发现一件很关键的事。觉醒之心其实不只是某种理想状态，它更像是一个运作条件。尤其是如果你关注显化，意识如何影响现实，这个状态几乎就是整个过程能否成立的基础。我们可以把它整理成一个清楚的模型。当你进入觉醒之心时，第一个发生的是 alpha 波的启动。alpha 波让你从高压的贝塔状态中退下来，身心开始放松，注意力回到当下。这个阶段的本质其实是降低阻抗，你不再与当下对抗，也不再被过度思考拉走。接着 theta 波开始浮现，当 alpha 稳定之后，潜意识的内容会逐渐上升，这包括你的信念、记忆、内在图像，甚至是你平常察觉不到的情绪模式。很多人以为显化是想象未来，但真正影响结果的，往往是在这一层，你潜意识真正相信什么。第三个是贝塔波的角色被重新定位。在多数情况下，贝塔波是干扰，它会过度分析、怀疑、否定。但在觉醒之心中，贝塔波并没有消失，而是变成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能力。你依然清醒，依然可以判断，但不再被旧有的自动化模式控制。最后是伽马波的整合。当不同脑波开始协同运作时，大脑会进行高层次的整合，这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是洞见，你会突然理解某些事情该怎么做。第二是行动，你的行为开始与内在状态一致，而不是分裂。如果把整个过程拉成一条线，它其实就是从意识的设定开始，进入潜意识的重组，转化为一致的行动，最后在现实中产生回馈，也就是意识、潜意识、行动、现实回馈。这就是意识创造实相的基本运作原理。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努力很久，却始终没有看到改变。关键往往不在于他做的不够多，而是整个系统是分裂的。表面想要，潜意识在抗拒，
行动在犹豫。所以这里有一句话，你可以特别记住：真正阻碍显化的，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的大脑没有进入整合状态。当觉醒之心出现时，这种分裂才会开始消失。你不再需要用力推动现实，而是让内在与外在开始对齐。当我们把这一切理解到这里，你可能也会开始发现一件事：觉醒之心其实不只是科学上的脑波整合状态，它同时也触及了一个更深的层面。有些人会将这种状态理解为一种高我的连结，也有人认为这是宇宙智慧开始主导，而不是个人头脑在控制。甚至在某些灵性系统中，会把这种整体感视为与某种更大的神性意识场产生共鸣。这些解读未必是科学可以直接验证的结论，但它们指向的是同一种经验。当你的内在不再分裂，当不同层次开始协同运作，你会感觉自己更完整了。而这种完整感本身就会改变你与世界的互动方式。那么，回到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不能开始接近这种状态？答案是可以，也不需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你可以从几个很基本的方向开始。第一，先让日常节奏慢下来，透过呼吸或身体感受，让思维脑降速。第二，减少过度思考，暂时放下分析与判断。第三，把注意力带回当下，例如专注在感官的感受，感受声音或感受周围环境。第四，同时保持清醒，而不是让自己进入昏沉或恍神。关键在于，这不是放空，而是一种清醒的放松。当你开始能够在清醒与放松之间取得平衡，你就已经在逐渐靠近觉醒之心的状态。至于如何更完整、更稳定地进入这种状态，甚至如何把它应用在显化与创造现实上面，我会在后面的影片再带你一步一步的深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